陈静，你可真下得去手，放火烧了他的仓库，你就不怕连他一起烧成灰？死就死了，反正爱的只有宏伟。要不是当年抽签手气太差，何必对着这张脸恶心7年？抽签，这2个生日，一个是我妻子，另外一个是我7年前分手的周晴，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俩怎么在一起？哎呀，要怪啊，就怪你自己，运气不好。7年前，你我2人同时爱上宏伟，为了帮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留在江冉身边监视他，盗取商业机密。没办法了，只能靠抽签来决定，谁抽到江冉，谁就要和他结婚。你自己手气不好，就怨不得我知道，要不是我嫁给江然，时刻盯着他的动向，你以为宏伟能这么顺利吗？我这是在替他扫清障碍。这是深爱了我7年的妻子陈静。行了，你赶紧走吧。还有，我虽然嫁给了江然，但我永远也不可能放弃宏伟。好啊，那就看看宏伟到底更爱谁。江然，7年了，我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装一个好妻子，装了整整7年了。不过，为了宏伟，这一切都值得。江然，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对宏伟造成一点伤害。我就是要毁掉你的公司，毁掉你的一切。原来前天的仓库大火不是意外，我公司破产是我最爱的妻子弄的，而她嫁给我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她和周晴7年前的抽签。我江然还真是可悲呀，连续瞎演了2次，被2个女人祸害。老公，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呀？我要好好看着你是怎么下地狱的。老婆，真的太奇怪了，每一次在我跟赵宏伟竞争的最后时刻，我总会出事儿。7年前，我的前女友周晴，在我要收购赵宏伟公司的前夕，背叛了我，导致我公司破产。7年后的今天，这一次又是在我要收购赵宏伟公司的前夕出了事儿。这次不会是你错的吧？不会是你错的吧？江然，你什么意思呀？我可是你的妻子，你怀疑我吗？我就是随便问问，你这么激动干嘛？江然，自己没本事，就别在这里胡思乱想。我终于确信，陈静从未爱过我。这7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江然，我需要你保证，以后安分守己，别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至于我们的婚姻，有些事情挑明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为什么不做梦？为什么？收购完成，我就是江城首富。陈静，我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婚姻还有爱情，你自己想想。这次不行就下一次，这个7年不行，就下个7年。江然，
本来还想陪你再演一会儿，既然你还想击溃宏伟的话，那就永远都别想了。高先生，可以进来。高先生，知名企业家江然因火灾神经受损，双手永久性颤抖，无法从事经理工作，明白吗？恐怕是有些风险吧。高先生，我想宏伟的生物公司的股份，你应该很感兴趣吧？哈哈哈，能为陈小姐办事儿，是我的荣幸。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在犯罪！从你撞死我妈的那一天起，你我就注定是冤枉。陈七，我认输了，我保证，我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求你放了我行不行？我会消失的干干净净。陈七，我对你的好从未掺杂过铁须情情而已。抱歉，江然，这是最后一次。江然，你的公司我已经宣布破产了，好好养你的肺手吧。参加完宏伟的庆功宴，我就回来。我不能这么倒下，我要复仇。我今年中职业的股票，明天会触底反弹，达到今年的最高峰。待我离开这里，账户里的股票全都给你。哎，你们听说了吗？这沪金盐中实业一开盘就涨停了。哼，敢买沪金盐中实业的都有点东西啊！可别这么说，赵宏伟赵总之前就说沪金盐中起不来，你说他看错了吧？他还能把商业奇才江然按在地上摩擦。江然真的没有骗我。宏伟，为了你，做什么我都愿意。我知道，小江，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小江，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等等，江然现在公司破产，一败涂地，怎么可能甘愿和你离婚？他只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你，粘着你，阴魂不散。今晚什么都不重要，你最重要。等等，可能是别墅那边的电话，可能是江然。喂，行啊，江然一个废人，他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江然了，江然他跑了。一个废人还能翻天，跑了更好，省得碍我们的眼。小江，放心吧，我已经冻结了江然名下所有的已知资产。一个身无分文的废人，
在外面能活几年呢？江然公司破产，广厦现在如日中天，高先生也为我所用。不出3年，我必然能成为江城首富。我的女人在江然身边委屈了这么多，把江然还真当成自己的后妈了。你没事吧？10万块钱，搞你重新开始了。江先生，您这是忘了今天晚上的事儿，有你想过的生活。去吧。喂，高先生，我是江然。江先生，你不应该在休养吗？赵宏伟和陈静承诺你，给你生物公司的原始股，是他用来套现的空壳公司。你说什么？江先生，我知道赵宏伟抢了你的老婆，你非常生气，但是这公司应该分明吧？888-500-188，你查一下这个联行账户，看看里头的流水，你就明白了。一个连自己公司情况都不知的老板，值得你信任吗？好。江先生，你给我的账号我查过了，确实是一个空壳公司。我给你与赵宏伟3倍的利益，真正的利益，不是画饼充饥。江先生，可是你的3大仓库已经被你的妻子烧成灰烬了。谁告诉你3大仓库都是真货？江先生，难道在陈静放火之前，你已经把仓库的货物转移了？我不只有3大仓库，我还有4个隐藏仓库的货。高先生，我够不够跟你交易？够，太够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陈静和赵宏伟以为打断他的脊梁，烧掉他引以为傲的尊严，就能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但是别忘了，商场如战场，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把所有的筹码都摆在明面上。江先生，你是我见过意志力最强悍的人，短短1个月时间，这手部神经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江先生，广厦集团最近的蓝海项目至关重要。这赵宏伟能否一步登天，是个关键呢。放心，有我在，他这天登不了。
家人哥哥，你回来了，我都等你好久了。家人哥哥，你新给我买的裙子可好看了。家人哥哥，这一辈子我跟定你了。原来过去种种都是假象，江然，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仓库失火，你已经破产了。这房子恐怕也不属于你了。我劝你，还是尽早找个出处吧，别又流落街头了。江然，你有什么不甘心的呀？这些都是你欠宏伟的。我欠他的？我欠他什么了？江然，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当年你觉得第一桶金的商业模式分明是宏伟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出来，而你呢，只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剽窃者，难道不活该众叛亲离吗？当年我和赵宏伟都想到了同样的商业模式，只是我更敢赌，他才输我一步而已。所以现在这样不过是物归原主了。江然，你能不能别再装出这副无辜可怜的样子了？我差点又被你骗了。乐意在天之灵，知道你如今的嘴脸吗？江然，全世界唯独只有你没有资格提我的母亲。罗伊下葬都是我借钱去办的，我风风光光给他下葬，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提？他赵宏伟就有资格提吗？当然了，因为是宏伟为我妈出的钱，你还好意思说是你出的？你说什么？你妈的钱都是赵宏伟出的？当然，不然呢？是你这个小人吗？我小人？江然，我知道你不想离婚，我给你3个月的缓冲时间。还有，我已经入职广厦集团，负责宏伟的蓝海项目。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利润有多大。宏伟完成我妈的理想，去捐赠善款。我之前还觉得他不够体贴，江然给他提鞋都不配的。江先生，一直联系不到您，此善款的明细已经发给明爱人了。好，可以让他知道当年的真相了。后续捐款不变，但是捐款人的姓名需要更正一下。哎，可以开始了。把广厦的项目底价和技术参数全部透露出去，就像7年前赵宏伟对我做的一样。好的，江总。赵宏伟，好戏才刚刚开始。赵总，赵总，我们广厦的项目资料一夜之间全部被泄露出去，而且我们集团股票正在爆跌。
什么？查，给我往死里查！到底是谁泄露了机密？公司高层跟我一个个都是贪心，谁敢背叛我？赵总，出乎计算，我们损失了80万订单，而且还面临巨额赔偿。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一直压我一头的江然也翻不出什么风来，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儿？我不能办，不能！怎么会这样？到底怎么回事？是江然吗？只有他能让竞争公司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残喘。不，绝不会是。江然的双手神经受损，经仓库失火一事已经倾家荡产，身无分文了。他应该没这个本事的。陈静，赵宏伟，别急，这才刚刚开始。江先生，有好消息了。说，广厦集团的蓝海项目出事了，有人向他们的合作方透露了底价和技术参数，3家投资商集体撤资，股价跌了20%，一字板跌停。就是不知道是哪位高人透露了蓝海项目的底价，让赵宏伟摔了个大跟头。江先生，这位背后推波助澜的高人，不会是你吧？要想拿到赵宏伟的底价，好像也没那么难吧？你说你这么聪明一个人，居然被他们搞破产了。他不过就是一个趴在女人身上的吸血鬼而已。陈小姐呀，陈小姐，可惜你错将明珠当成榆木，不懂江先生的好啊。啊，赵总，我们滚！在没找到内鬼之前，谁都别来烦我。如果不是自己人，又有谁会泄露我的底价？宏伟，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解决问题，那你说该怎么办？公司内部有人出卖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我来查，我有渠道，能够找到网络痕迹。尽快。IP 地址显示，泄露信息的电脑就在你家。周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你说的证据啊，陈静啊，我一直都知道你想独占宏伟，但是我没想到，连栽赃嫁祸这种事情做得出来。栽赃，这是技术调查的结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一直都想干国贼，现在机会来了。我为什么要干你？算个什么东西？要不是宏伟念旧情，你以为公司能留你到现在？旧情，陈静啊，真以为自己那么重要啊？你呀，如果是当年那场该死的抽签的结果，别以为你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有多伟大，是你一厢情愿罢了。
爆料，广厦集团高层内讧，疑似女性高管与竞争对手有不正当关系。江先生，玩弄人心也不如你。这是不是从你泄露底价开始，就已经打算栽赃你前女友周晴了吧？来而不往非礼也，或者说敌不仁，则不义。够了！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宏伟，就是他泄露的机密，他污蔑我，在绝对的证据面前，你的狡辩毫无用处。你怎么不说蓝海项目在你接手之前稳步发展，你一接手就出事了呢？这是污蔑！把生物公司流动资金拿出来。赵总，可是这样一来，生物公司就岌岌可危了。蓝海项目导致股价暴跌，再这样下去，广厦彻底完蛋。先垫付一下，生物公司那边暂时由高先生稳住局面，不会有什么事儿。去吧。好的。江先生，赵宏伟已经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了。他挪用的那笔钱是生物公司的救命钱，现在他彻底没有后路了。当年他们联手把我推下深渊，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众叛亲离了。刘烨，别怪我残忍啊！我和陈静这夫妻缘分已尽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可能你的临终遗言，估计完不成了。刘烨，你说，我听着呢。这一生照顾好小静。刘烨，你放心，小静就是我的家人，我会一辈子对她好。太错了，刘烨，只要我江然活着，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你放心。刘烨，刘烨，永别了，刘毅。我答应过你每年都来看你，但往后我不会再来了。江然，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刘毅。谁让你看了？被我妈的墓碑弄脏了。江然，你惺惺作态的样子真让人做。小静啊，他肯定是为了挽留你，不想和你离婚，所以才来故意膈应干嘛的。江然，你的手段还真是一如既往卑劣啊！我还以为广厦股价暴跌，赵老板忙得不可开交呢。广厦的股票呀，已经稳住了，反倒是你该想想以后怎么安身立命。别又和7年前一样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像只可怜的野狗。哦，对了，你要是没钱填饱肚子的话，哥请你吃饭啊！毕竟我们从小就认识，怎么着也算兄弟一场。
只有对钱敬重的商人，才能挣到钱。广厦都要倒闭了，赵老板省了点花吧，不然跟我一样流落街头，那可就惨了。今天我妈忌日，陈静啊，你终于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了，你开心吗？想让刘姨安宁，就把日子过好了。江然，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妈？在我妈最难的时候，都是宏伟守在我妈身边的，而你呢？你干嘛去了？我妈那么喜欢你，那么中意你，我求你来看她最后一眼，你都不来。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刘姨被车撞后，司机肇事逃逸，没有及时送医，才害得刘姨丧命。那天我还看到了赵宏伟。江然，出事了！小静现在重度昏迷，正在医院呢。我听说小静出事，就赶往医院，但小静不在医院。赵宏伟只说他看错了人，后面还发生什么了吗？宏伟，我没有妈妈了，我再也没有妈了。江然呢？我怎么没看到他？他在哪儿？啊，江然今晚有个应酬，推不掉，你也别怪他。我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她还去应酬，还去喝酒。江然，你不是人！哎，小静，去哪儿啊？我去找江然，我妈最看重他，我得让他来送我妈最后一程。江然，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当初送了刘姨最后一程，是赵宏伟告诉我你在医院，我才出去了一会儿。江然，你可真不要脸，连说谎话都不害臊。小静，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江然，我警告你，以后别再出现在我妈面前。如你所愿，再不会了。骗子，江然，你就是个骗子，你辜负了我和我妈的信任。没事儿。江总，这次打算让我做什么呀？你去查一下陈静母亲的事儿。江总，你该不会对陈小姐还旧情未了吧？江总，你看那陈小姐都已经住进赵宏伟的别墅了，准备做赵太太了。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他想住进谁的别墅我不在乎，但是我被人冤枉，也没有站着挨打的道理吧？陈小姐，你上次让我查的慈善金已经查到了。周晴是错的，如果宏伟不爱我，就不会以我妈的名义成立慈善金了。江然慈善金成立8年，累计捐款3000万。什么？怎么会是江然慈善金？哪个江哪个然？一定是同音字，一定是的。江海的江，燃尽的燃。江然，慈善金怎么会是江然的名字？难道是他？陈小姐，根据慈善组织给出的名单，过往的3000万都是以刘雪英女士命名的，而最新注入的1000万善款则是江然的名字。
怎么可能？江然连饭都吃不起了，怎么会拿出上千万的慈善金？这其中，我知道了，江然肯定是知道了这件事儿，将宏伟的慈善金以我丈夫的名义改成自己的名字。江然，你还是我的丈夫，真是3辈子都洗刷不掉的耻辱。对了，陈小姐，我在查善款名字的时候，查到今天江然会去慈善组织。江然，看我不撕开你的皮，露出你丑陋肮脏的真面目。江先生，补升学艺还需要您亲自来一趟，真的是麻烦了。不麻烦。江先生，您是我见过最善良的老板了。我最近听闻江先生的公司出了点小事儿，我诚挚的祝福您，像您这样的大善人能够东山再起。江然老婆已经宣布公司破产了，他却还要继续贿赂善款，真是个好人呐。千年七爷，江然，你果然在这里。徐经理，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江先生您忙。江然，你别走，我有话要说。陈小姐，请自重。江然，你不是心虚是什么呀？你看到我就想跑，你就是怕我捅破窗户纸，让所有人都看到你黑透了的心肠。陈静，你闹够了没有？我当然没有闹够了。江然，你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卑鄙。你居然用宏伟捐赠的钱款改成你自己的名字。捐赠款本来就是江先生的，陈小姐为什么要这么说？赵宏伟捐赠的钱？当然了，只有宏伟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而且也只有他有这份心，不像你鸠占鹊巢，像一个躲在阴沟里只会窥视别人幸福的鼹鼠而已。哎，那就是江然吧？仓库失火，公司破产那个。听说15岁就被称为是商业奇才呢。还商业奇才？商业奇才连续2次破产。难怪他前女友和他老婆双双都跟人跑了。没有脑子，眼睛总能看得清白纸黑字吧？你就是这里的经理吧？我需要你把江然的名字改回我母亲的名字。陈小姐，您可能误会了，这笔钱确确实实是江先生捐赠的，所以无法更改。你是说，捐赠钱款的人是江然？是的，陈小姐，江先生汇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签收的，所以绝对不会错。居然真的是他捐的钱，他居然这么有良心。这女人是他老婆吧？怎么跟别人跑了还空口白牙污蔑人啊？江然，你捐款的目的是什么？他肯定别有用心。还能有什么目的？做好事得留名儿。你哪来的这么多钱？那就不劳烦您费心了。不过，陈小姐，我有一句话想还给你。什么？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卑劣，坏了心肠的那个人是你。坏了心肠的那个人是你。他哪来的钱捐赠？又为什么要捐赠呢？江然他一定是在学宏伟，他想讨好我，他不想和我离婚，他就是想用婚姻拖垮我的一生。好一个满心算计、死不悔改的男人！陈小姐，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那就别说了。陈小姐，江先生其实是个好人，过去令堂也就是刘雪英女士的钱都是江先生捐赠的。您既然想要另寻他欢，那江先生把名字改过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你是说，之前所有以我母亲名义的汇款都是江然，而不是赵宏伟？陈女士，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赵宏伟的捐款。那江然他为什么以我母亲的名义呢？他为什么不能早点告诉我呢？
江先生曾经说过，他怕他的太太触景生情。江先生还说过，他的岳母是一个心地善良，就算生在贫困家庭当中，还是喜欢做善事的人。原来江然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做了这么多事。不对，江然是在为他自己赎罪。这么多年一直寝食难安吧，要不是江然肇事逃逸，我的母亲又怎么会死？父老太婆自己不看路，别怪我。后来通过宏伟的帮忙，我才知道害死母亲的人是江然。江然，3000万，你就想赎清你自己的罪？没那么容易的事。你上次让我查关于陈小姐母亲的事情，有些眉目了。说说看。刘雪英女士去世的时候，赵宏伟找你借过一笔钱，后来他还给了你，让陈静误以为刘雪英女士的后事是赵宏伟出钱处理。谢谢大夫救钱。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我说，这赵宏伟说不定对你感兴趣，要不然怎么只要是你的老婆，他都想方设法拐走呢？高先生，你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哎，还有一件事情，说，关于陈静母亲出车祸的地点，我也调查了。当晚确实赵宏伟驶入过外环路，还有人看他出去后匆匆的回家。有点印象。刘姨出车祸的那天，赵宏伟应该出差去拉投资商的，晚上却在家里。你不是出去拉投资商了吗？遇到什么事了？江然啊，装什么鬼？吓死我！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儿。投资商说改时间了。还查到了，当晚赵宏伟无故缺席，有几个投资商对他的爽约很是不满意。继续查下去，把证据查清楚。要是刘姨真是被他害死的，我要他偿命。好的。陈静，你最好祈祷，弃我而去的你没有陪伴在杀母仇人的身边。静静，你听我的，既然决定了跟赵总在一起，可不要跟江然勾三搭四的了。我知道，要我说呀，避免夜长梦多，你赶紧跟江然离婚，不然最后他不点头，吃亏的可是你自己。江然，你找小静有什么事？江然，你虽然是我法定意义上的老公，但我们以后还是避点嫌吧，宏伟会生气的。有什么事和我说就行。别人勾勾手指就能走的人，我不稀罕。但是有一件事，陈静，我得告诉你，刘姨的后事是我全程办的。他赵宏伟没有出过1分钱，帮过1点。怎么都是江然出的钱？那天宏伟给钱，居然是为了还账？难道是宏伟骗了我？江然，你还真是斤斤计较啊！一点小钱计这么较。你做这么多，不会是不想跟小静离婚，想一直拖延小静是不是？你笑什么？江然，我已经是宏伟的人了，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我不会跟你过下去的。我已经想好了，要和你离婚。
我想你们误会了，我今天来呢，还有另外一件事。陈小姐，我们离婚吧。江然，你要离婚，我不同意。小静，你怎么了？是啊，我怎么会舍不得呢？我不是早就想离婚了吗？江然他就是欲擒故纵，你赶紧签字啊！这样就能跟赵总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谢谢你，陈小姐。那从此以后，我们山水不相逢。我们山水不相逢。你干什么？干什么？见不得你这样的女人。你就是陈静陈小姐吧？报纸上都登了，你和赵宏伟有不正当关系。我呸！你疯子！静静，我们走。又当又立，这有什么清高啊？如果是以前，江然肯定会保护我的。真是个疯女人。静静，你没事吧？江然，你刚刚为什么不保护我？陈小姐，我们什么关系？我有什么义务保护你？静静，你也疯了吗？你别忘了，江冉他已经破产，一无是处了。你想想赵总的广厦，你可是要当赵太太的人。江总，您注册的林氏资本资金已经到位了。广厦集团的股票在2级市场很活跃，是不行。可以下手了，去扫他们的户。是，江总。对了，我母亲的镯子7年没找着。找到了吗？还没有，江总。何琪，你为什么反对我？我7年前那次破产，输给了赵宏伟，是因为前女友周晴泄露了我的底价。那次我才知道，前女友周晴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赵宏伟。你敢背叛我？投的票，打他！我要周晴把我母亲传下来的手镯归回来，周晴却把它扔掉了。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冒昧的问一句，你这个镯子是从哪儿买的？啊，这镯子啊，是我7年前捡到的，它陪我度过了很长的时间的低谷。你跟他很有缘分。是啊，他呀是我的幸运之神呢。母亲，就让你的遗物留在这花香馥郁的地方吧。等等，先生，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这朵花送给你。赵宏伟虽然用生物公司的救命钱稳住了广厦，但这消息一出，股价直接跌停了。7天以后，广厦的股价会跌到最低点，全部买入，然后再把他挪用生物公司资金的事儿透露给他的3个供应商，
妙啊，这就叫痛打落水狗。下吧，哎呀，快走。来，各位都是我赵宏伟的前辈，广厦几十年的供应商。我知道最近公司有点动荡，但各位别怕，有我赵宏伟在，这天塌不了。这就是我深爱的男人，其实江然能比的。宏伟骗我慈善金的事，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不能失去宏伟。赵总，请放心，我们会和广厦风雨同舟。对，风雨同舟。好，来。我赵宏伟是他江然终其一生都追不上的人。是呀，当年要不是他剽窃你的商业模式，他才站不起来。对，你才是真正的商业奇才。江然，你来做什么？这里的最低消费恐怕要够你讨1个月的饭了吧？江然啊，跌入人生低谷，失败的人生滋味让你生不如死啊！在你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陈静、周晴可都在我身边。广厦危在旦夕，声名狼藉，已经连续7天股票跌入历史的最低点。赵宏伟，你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我广厦就算再不济，也是你江然终其一生都追求不到的。就像你的女人，你的老婆，始终为我守身如玉一样。我呀，就喜欢扔垃圾。你要是喜欢捡的话，请便。江然，你好好看清楚了。扔掉你妈妈给的镯子以后，你给了我多少昂贵的珠宝啊！原来赵宏伟批量购买的赝品，都在这女的身上。我看呀，你们家那个破镯子，也就是从地摊上淘来的，丢人的假货吧？当然，我说了，这里的消费很高，不是你能消费得起。还有，你最后一笔捐赠的慈善款，恐怕是高利贷。我劝你悬崖勒马，及时回头。小静，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像他这种穷鬼，都理没几个逼字儿，还他妈装蒜。走。江总，林氏资本的负责人原来是您呐！我就说嘛，您是不会被轻易击垮的啊！快请坐，江总。坐。听说几位都向赵宏伟保证，不会并购广厦。江总，你可别提了，赵宏伟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哎呀，那都是骗赵宏伟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对广厦的控股权卖给您。什么？你说广厦的3大供应商把控股权卖给了林氏资本？赵总，不仅如此，林氏集团最近还大量低价收购我们的股票，现在已经是广厦最大的股东。那怎么行？再这样下去，广厦不是要改姓了？还没到最后关头，说什么胡话！小姐，你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林氏资本来势汹汹，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对，我们还有南海项目核心技术参数，用这个绝对能拿到新的战略投资。林氏资本最近崛起的一匹黑马，到底是什么来头？
只要能拿到新的战略投资，他林氏集团就撼动不了我们广善。喂，万总，我宏伟。江总，赵宏伟拿蓝海项目的核心技术参数作为筹码，看来我的天平得倾向于他了。游戏才刚刚开始，万总，不着急，我们慢慢玩。这是蓝海项目的核心技术参数。赵宏伟他没有筹码。小江，放心吧啊！等我和万总谈判完，广善就能重新恢复生机了。这林氏资本来者不善，而且手段会有几分像江然。你该不会觉得这林氏资本的掌舵人是江然吧？不太可能。那就对了。哎，万总，您可算是来了，来，请坐。万总，等咱俩这次合作成功，咱哥俩呀，可得好好喝上一顿。赵总，抱歉，这次我们不能合作了。为什么呀？这个项目一旦成功，年利润至少10个亿。你说的这个参数啊，我们3天前就拿到了，不过版本更为详细，连你们内部的核算成本都有。这份资料只有我和我的私人助理知道。是吗？为什么你的私人助理小王会在海南买了一套价值200万的房子？蓝海项目的核心参数会被他们知道。天要亡我！为什么打败了江辰，还不能站在制高处呢 ？OK， 时间到了，我们得去和林氏资本的江总吃饭了。万总，万总，江总，林氏资本的江总，难道是江然？拜托，别听到个江总就觉得是他江然。林氏资本的掌舵人要是他江然，我跟他姓。周晴说的对，江然破产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会是他的。你是说，是周晴让你购买的房产，是他私下泄露项目核心技术？赵总，周总说您已经不信任他了，很快就会把他踢出公司，所以他说他只是想保护自己。周晴，我亲手培养的，没想到是你给了我致命一击，把周晴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我冻结了。没关系，我还有陈静。好的，赵总。洪伟，凭什么把我的信用卡给冻结了？周晴，你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你自己知道。这个王八蛋！我给你生儿育女，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勾搭我，你怎么好意思啊？你不就是图我钱吗？别把自己想的有多高尚，给你点钱就摇摇尾巴，别觉得自己什么好货色。王八蛋！洪伟，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些事就该打。滚吧，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滚！张小姐，这些珠宝您都要出手吗？当务之急，我只能多卖点东西傍身了。很抱歉，周小姐，这些珠宝都是以次充好的赝品。赝品？是的，并非真品，我们买不了这批货。你是说，这些珠宝全部都是赝品？这可是赵宏伟送给我的。
赝品就是赝品，做不得真，我们都是专业的。这些年赵宏伟都在拿赝品唬我呢。周小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还有一个价值500万的手镯。哪个？告诉我，我这就去把它拿来。大约在7年前，我见您戴过。哼，那是江冉他妈送给我的。周小姐，这些珠宝您还要吗？不要了，我这一生为数不多的珠宝珍品，居然是前男友江冉所赠。江冉。周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不让我挂了。我知道错了，你还能不能原谅我？周琴，7年前你泄露我底价，害我破产，你怀着赵宏伟的种，却一直让我以为是我自己的孩子，你让我恶心。江冉，你听我说，我真的知道错了，这都是赵宏伟在勾引我。周琴，你别扯了，你要是想要回当初的镯子，那你就打错主意了。那个镯子被你弄丢了，不配。江冉拽什么拽？还以为自己是江总，总之太不自然了。江总，广厦大势已去，陈静走投无路，正在到处求人呢。小何，宏伟的公司出事了。我四处求人，可他们那些酒肉朋友自私自利，找各种理由。小何，你得帮我一把，帮宏伟一把。静静，我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事情，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呀，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陈静，林氏资本如过江猛火，这赵宏伟他根本就不是对手，你让我拿什么去救？要我说，你还是及时止损，早点换个男人，比什么都强。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在婚内跟赵宏伟勾搭了7年，难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吗？小何，小何，小何！江冉，你这是干什么？江冉，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当初你烧毁我的仓库，想让我一败涂地，如今赵宏伟也尝到了同样的滋味，这不很好，很公平。江冉，陈女士，请注意场合，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发生了什么？是小两口吵架闹分手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那位啊是陈小姐，婚内出轨啊！我记得他妈可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怎么生出了这么个女儿啊？你们懂什么？闭嘴！你们什么都不懂。我妈是江然撞死的，她是杀人犯，她得坐牢。江然，又见面啦！看你心情不好，送你一朵小红花。照你这么做，迟早要倒闭了。你不懂，这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走了，小老板。给你的钱。
真有意思。大小姐，在外面玩了这么久，该回家了。我不回去，我不嫁人。我说过了，我早就有心上人了。大小姐，你的心上人是谁呀？好歹也带回家看一看呢。我不是早说过了吗？还没找着。小时候带我吃清汤面的小哥哥，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陈静，赵宏伟，好戏才刚刚开始。那些践踏我、羞辱我、背叛我却杀不死我的，只配活在烂泥里，看我高飞。江总，您的资料备齐了，现在可以完成对广厦的完美收购。好。林氏资本的江总已成为广厦第一股东，即将完成对广厦的收购，现已持有广厦53%的股权，在广厦具有绝对主导的地位。还我！你还给我！赵宏伟，你够了！你再这样下去，就真无力回天了，还没结束呢。晴晴，我快把广厦败光了，真没用。宏伟，你仔细想想，最起码你现在还住着别墅，开着豪车，总比那个江然强吧？再怎么着，都比他江然强。晴晴，你是我的女人，不是江然老婆。宏伟，林氏资本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我们去林氏总部，看看这位江总，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你说的对，说不定这样，那江总还能放过我们。麻烦了，我们见一下江总。没有预约，江总拒不会客，二位先回吧。下次预约了再来。刚出来上班啊？信不信江总把你给辞了？没有预约，不能见江总。算了，走吧，我们先和江总预约。江总想要收购广厦，就一定会来见我。哟，江然，进去找工作啊？跟你没关系。林氏资本江城黑马，像你这样的人连门都进不去。江然，回去吧，别在外面丢人现眼。我行得端，坐得正，清清白白做人。陈静，丢什么人现人面了？江然，我已经打听过了，你破产以后就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了，这还不丢人吗？就凭你，也想进林氏资本，这不是痴人做梦是什么？跟你们多说无益，你们还是好好关心关心即将被收购的广厦吧。江然，你别以为你是宏伟的死对头，林氏资本就会要你。你对林氏来说毫无价值可言。保安，这个人闹事，把他赶走。把老板赶走？这疯女人是来讨我饭碗的？没听到吗？把他赶走！这位女士，请你不要再无理取闹，否则我要采取措施了。喂，他没有预约，是凭什么进啊？他不需要预约。放屁！你们在耍老子！保安，去！
活腻歪了你啊！敢来林氏资本闹事儿？那个进不了林氏资本也没事儿，我就不信江总他今天不来公司。等。醒醒醒醒！江总来了。江总，江总，我想你对广少有点误会。江总，我终于等到您了。江然，江然，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啊？江总呢？江总人在哪儿？难道是？二位，我们江总还有行程，请不要打扰江总。我哪门子的江总啊？他是我们林氏资本机构最大的负责人，江总江然。他不算，谁算？这一切居然都是江然的报复，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江然，好狠的心思！我不过就抢了成绩，你还要破产吗？我不过就是让你破产嘛，你至于这么大动肝火？江然，当初你的仓库失火，烧得一干二净，你哪里来的资本？我的仓库，你没能力上天。陈静，你别自作多情。江然，结婚7年。你居然对我一直设防，你还好意思说爱我？我已经不爱你了，你不配。完了，要是被江然彻底收入了广厦，我就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我就彻底完蛋了。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你是说，本城最大的百年世家花家？你哪来的花？买的，给你回礼。我这满店的花，你就知道去外人那买，就你有钱。你就不是外人了？流氓！我怎么流氓了？我干什么了？江然，啊，把你肩膀借我靠靠背。哦，好。怎么？你有心事啊？我要是再找不到我的小哥哥，我就要被迫去相亲了。你不像是个被人逼迫的人。我爷爷他心脏不好，我不能总是气他。你的那个小哥哥究竟是谁啊？他呀，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会被饿死吧？饿了吧？给你吃。真的吗？真的，快吃吧。谢谢。我会找到他的，不管多久，多远。江总，赵宏伟这些年的非法操作的证据快搜集好了。
还有陈静母亲的事情也快有眉目了，基本可以确定当年的肇事人就是赵宏伟，但是还需要完整的证据链。继续搜集证据。都说了，再等等就能找到我的小哥哥了。大小姐，人不用找了，这么点时间都等不了吗？老爷啊，已经为你找到了给你清汤面的那个人了。真的吗？他是谁？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是你？渊渊小姐，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你了。小哥哥的背部有一块胎记。啊，来看。渊渊小姐，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只是没想到你居然是花家大小姐。渊渊小姐，我给你保证，我以后会对你好的，再也不把你弄丢了。等我攀上了花家，江然，你拿什么跟我斗？女人公司都是我的。宏伟，你是怎么搞定花家的？我出马，还有什么事儿是搞不定？江然还想收购广厦，没想到花家是我们的后台。江然，你害我母亲惨死，你可是要下地狱的。江先生，江先生，您对这次收购会有什么想说的吗？喂，江然，你现在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说不定还能原谅你。赵宏伟，我真不明白，陈静和周晴怎么会看上像你这样笨蠢如猪的人？江然，赵先生，请您冷静。这是我还你的。你妈！我是他打人，你们怎么不叫他冷静一下？江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只知道起风了，广厦要破产了。广厦现在长盛不衰，岂是你能摧毁的？你还不知道花家不？花家？江然，就算你胳膊再硬，也拧不过花家的大腿。花家可是我的人。没事吧？没事。花家不是说要来吗？怎么还没来？急什么？花家肯定会来帮我的。先走吧。林氏资本真的要收购广厦吗？不是说广厦有花家撑腰吗？要是花家插手的话，就算赵宏伟有夺妻之恨，江然也得收手了。各位媒体朋友们，我很荣幸的宣布，林氏资本已经正式完成广厦集团的收购。喂，月月小姐，在哪儿呢？来了。到哪儿了？幽妍小姐肯定是为我而来的。这位就是花家的大小姐吧？她是来力挺赵宏伟的吧？江然和林氏资本惨了呀！花家大小姐，居然是花店的小老板。幽妍小姐，终于来了。我来看看我寻找多年的未婚夫。这怎么回事？不会吧？这幽妍小姐的未婚夫是赵宏伟？
不是赵宏伟还能是谁呀？未婚夫宏伟，那我算什么呀？嘘，小点声。六言对我穷追猛打，我为了广厦，为了你，所以我才只好委身的。竟然是这样，宏伟，像你这么出色的正人君子，右言小姐忠于于你，也是正常的。放心吧。右言小姐，请问您的未婚夫是赵总赵宏伟吗？不是。那您的未婚夫在现场吗？在。那请问是哪一位呢？林氏资本，江然。小老板一直寻找的故人，难道是我吗？我很小的时候走丢了，在我快饿死的时候，是江然给了我一碗清汤面。那个时候他过得也很不好。我想起来了，是他，是那个小乞丐。我可以证明，江然是一个很好的人。花有颜小家的人，居然会是江然。江然到底哪里好？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差劲。我知道你是江然的前妻，我还要谢谢你。谢我？谢我什么？谢你的不爱之恩，才让江然哥重新回到我身边。花小姐，你根本不了解江然，他的第一笔资金来源就是剽窃宏伟的商业模式的方案，所以花家真的要找个作风破败的女婿吗？对，他就是这样的人。江然，你个小偷，你个窃贼，你偷走了我的一切！陈小姐，你这是污蔑，是诽谤，事实胜于雄辩。好一个事实胜于雄辩的。陈小姐，很不巧，我这里有份录音可以证明江总清白。你来做什么？你是江然的人。这份录音笔的内容是赵宏伟的父亲赵老先生临终前委托律师给录制的。儿子，那个方案你就别想了，太冒险，你没那个胆子，咱家也承受不起。听爸的话，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不可能，我爸不会说这样的话。宏伟，你别老跟人说江然那个方案是你的，丢人现眼。江然那小子有胆识，所以他成功了，你就别眼红了。你就算去做，也会失败的。不对，宏伟明明那么有才华，他怎么可能是骗子呢？幽云小姐，我背后的胎记做不得假，我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啊！你看看我，你被江然那小子给骗了。请你喝奶茶。我没事。你脱下来，我帮你洗一洗。没关系。我的小哥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赵宏伟，别以为你画了个胎记，我就会无脑帮你。晚大厦是江青，这些年骗小姐的，你不是第一个人，当然会是最后一个。今天我来的冒昧，惊扰到了小哥哥，所以我想问，
江然，你愿意做我的未婚夫吗？我愿意。以为这样就能打垮我，江然会让你付出代价。另外，我还要向媒体朋友们澄清一些事实。江总，是什么事呢？广厦集团的董事长赵宏伟，赵董事长，在过去的3年里，利用虚假合同和相关交易，私自挪用公司财产2亿4千万。其中包括挪用生物公司的流动资金，用于个人奢侈品消费，和非法股票操作。完了，全完了！这些证据，我们都已经提交给了检察机关。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请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都被他骗了，让我来揭露你丑陋肮脏的真面目吧。怎么不敢说话了？是做贼心虚了？这些年，你应该也彻夜难眠吧？午夜梦回，你的良心会不会备受煎熬？陈小姐，请你注意一下你自己的情绪。我怎么控制我的情绪？屡屡犯错的是赵宏伟，而并非江然。而你有眼无珠，又何必无能狂怒？懂什么呀？死了妈的人又不是你，每天活在痛苦当中的人也不是你。你什么意思？陈姐，江然，你是害怕我在华有烟小姐面前揭露你黑心肠的一面吧？你不可理喻！不可理喻的人是你，江然。当年要不是你肇事逃逸，我妈不会死。什么？江然居然是肇事逃逸的凶手？还真是人不可貌相。江然，我妈死于非命，你丧尽良权，凭什么做高台？没事吧？陈姐，够了没有？你白白痛苦了这么多年，究竟是谁是凶手，你都不知道。什么？陈静，我告诉你，当初肇事逃逸的是他赵宏伟，不是我江然。眼盲心瞎，恨错了人，我还要为你的错误而美单吗？陈静，不可能是宏伟，他那天根本没有出门。蠢货！那天他一早就出门了，是他撞死了你妈，然后假装回来，假装没有出门，你知道吗？这是你在狡辩！狡辩？我不像你，我不会没有调查清楚，随便冤枉人。陈小姐，江总早就怀疑赵宏伟是肇事司机，特令我去搜集人证物证，现在证据都齐全了，只差交到法院去起诉了。为什么你早就怀疑？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早点告诉你，你会醒吗？陈小姐，既然已经离婚了，就请你跟我的未婚夫保持距离。月月，你没事吧？没事，我爷爷想见你，跟我回家吗？好。江然，你别走好不好？弃我之者，昨日之日不可留。陈静，余生不要再见了。被告人周晴，
参与非法经营，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赵宏伟犯肇事逃逸罪、故意杀人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依法判死刑。我苦苦追寻了14年的男人，我愿意为之背叛一切的爱情，从头到尾都是个笑话。江然哥哥，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你怎么醒了也不告诉我？下楼梯也不小心点。我和宝宝都想你了嘛。对了，陈静醒来以后精神状态很差，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你要去看看他吗？不去，我就想看我的小妻子。活在真相的折磨里，比死亡更加痛苦，这是陈静应得的报应。是我输了，江然，我抽错签了，我有罪。你说，如果我当初选择江然的话，现在是不是会不一样？我抽错签了，我有罪。江然哥哥，你怎么还不来看我呀？江然，我曾在佛前许愿，如果能够再跟你重逢，我就算是下。深渊早已在身后，前方是万丈光芒。